九天玄女娘娘的由来及传说下，九天玄女受束于太公望、姜子牙的传说，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个充满智慧和神奇色彩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九天玄女的神圣力量和智慧，也彰显了姜子牙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姜子牙作为周朝的开国功臣和智慧的象征，因九天玄女的授术而成就了一番伟业。姜子牙又名姜尚，字子牙，号飞熊，因丰於履地，故又称吕尚。姜子牙出身卑微，但自幼勤奋好学，对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有着深刻的理解。成年后，他历经磨难，四处求学，最终成为一名博学多才的智者。然而，姜子牙早年的生活并不顺遂，屡次求官未果，年过半百仍未能施展抱负。在这段时期，姜子牙的生活虽然困苦，但他并未放弃对智慧和知识的追求。他隐居于渭水之滨，以钓鱼为生，并在此期间潜心研究道学和兵法，为日后的辉煌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姜子牙的智慧和潜力引起了天界的关注。九天玄女作为天地之女，负责传授智慧和法术，帮助凡人完成天命。她感受到姜子牙的诚心和潜质，决定降临凡间，将天界的智慧传授给他。九天玄女的降临，标志着天命的传达和神圣的介入。她的出现，给予了姜子牙新的希望和指引，使他在漫长的等待和学习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九天玄女首先传授给姜子牙一套完整的兵法和战术，这些智慧涵盖了战争中的战略和战术，并融合了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的智慧。这些兵法和战术使姜子牙能够在未来的战争中灵活运用，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其中最著名的是六韬和三略，这两部兵书被后世奉为兵法经典。九天玄女教导姜子牙如何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制定出周密的战略，并通过灵活的战术，达到战胜强敌的目的。此外，九天玄女还传授给姜子牙一些神奇的道术，这些道术不仅能够帮助姜子牙在战场上取得优势，还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保护和庇佑。例如，九天玄女教他如何利用符箓驱邪避灾，如何通过祈祷和祭拜获得天神的保佑和支持。除了兵法和道术，九天玄女还传授给姜子牙治国理政的智慧。她告诉姜子牙，作为一名智者和领袖，不仅要具备卓越的战略眼光，还需要拥有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九天玄女强调，治国理政需要以民为本，只有赢得百姓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够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她教导姜子牙如何施行仁政，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改善百姓的生活，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这些智慧和教导为姜子牙日后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姜子牙深深记住九天玄女的教诲，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扬，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九天玄女的指点下，姜子牙逐渐崭露头角，并因其卓越的智慧和才能，赢得了周文王的赏识。周文王聘请姜子牙为军师，赐他太公望的尊号，意即希望的太公。姜子牙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战略和政策，为周朝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智慧和才能使得周朝在与殷商的战争中屡屡获胜，最终推翻了殷商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王朝。姜子牙的智慧和贡献不仅体现在战场上，还体现在他对于治国理政的深刻理解和实践。他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民意和社会需求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他的指导下，周朝实行仁政，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条件。他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制定了许多法规和制度，为社会的有序运行提供了保障。此外，姜子牙还大力推动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他重视人才的培养，提倡学习和研究，为周朝的长期繁荣奠定了基础。他的智慧和贡献使得周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九天玄女在受束于姜子牙的过程中，展现了她深厚的智慧和神圣的力量。她的教导不仅帮助姜子牙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也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九天玄女的形象因这一传说更加光辉灿烂，她被视为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是天界的神圣使者。她的传说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智慧和力量的崇敬，还展示了他们对于神灵的敬仰和信仰。在传说和道教经典中，九天玄女通常被描绘为一位美丽端庄、智慧非凡的女神。她身着华丽的天衣，手持法器，头戴凤冠，象征着天界的权威和神圣。她的形象不仅具有女性的柔美和慈悲，还兼具威严和力量。在道教信仰中，九天玄女被奉为重要的神灵之一，她的诞辰被定为农历3月初3。每年这一天，道教徒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她的庇护和保佑。她的神像常见于道观和庙宇，香火旺盛，信众众多。九天玄女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具有重要地位，被视为智慧与力量的象征。她的传说和崇拜广泛流传于台湾各地，并与当地的民俗活动密切相关。以下是九天玄女在台湾民俗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在台湾，供奉九天玄女的庙宇遍布各地，这些庙宇成为信徒们朝拜和祈福的重要场所。其中一些著名的九天玄女庙包括台中九天玄女庙，位于台中市，这座庙宇是台湾最早供奉九天玄女的庙宇之一，每年吸引大量信徒前来祭拜。南投九天玄女庙，这座庙宇位于南投县，是当地信徒的重要宗教中心，定期举行盛大的祭典活动。屏东九天玄女庙，屏东地区也有多座九天玄女庙宇，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庙会和祭典，吸引众多信徒参与。这些庙宇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场所，还是当地社区的文化中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传统。九天玄女的祭典活动在台湾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她的诞辰农历3月初3和成道日农历9月初9，各地的九天玄女庙宇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典。这些活动通常包括以下内容：祭拜仪式，信徒们会在庙宇内外摆设贡品，焚香祈祷，祈求九天玄女的保佑和庇佑。绕境活动，一些庙宇会组织绕境活动，神像被抬出庙宇，绕行社区，以驱邪避灾，保佑地方安宁。文化表演，祭典期间还会举办各种民俗表演，如舞狮、
舞龙、歌舞表演等，增加节庆气氛，吸引众多游客和信徒参与。法会和祈福仪式，一些庙宇会举办大型的法会和祈福仪式，邀请僧道主持，为信徒祈求平安和顺利。除了祭典活动，九天玄女在台湾的民间信仰中也表现为各种民俗活动，这些活动往往与地方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独特的风貌。占卜和祈福，九天玄女被视为智慧的象征，因此许多信徒会向她祈求智慧和指引。一些庙宇提供占卜服务，信徒通过知晓、抽签等方式寻求九天玄女的指引和祝福。传统医疗与保健，九天玄女也被视为健康和医疗的保护神，许多信徒在患病时会向她祈求康复。一些庙宇还会举办传统医疗活动，如义诊、药草讲座等，为社区提供健康服务。婚姻和家庭，在台湾，九天玄女也被认为是婚姻和家庭的守护神，信徒们会向她祈求美满的婚姻和和睦的家庭生活。在一些地方，九天玄女庙宇还会举办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提供相识和交友的平台。在民间信仰中，九天玄女不仅是掌管兵法和道术的女神，还被视为婚姻和生育的保护神。许多地方的民众在婚礼和生育时都会祭拜九天玄女，祈求婚姻美满、子孙满堂。这一信仰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神灵的崇敬。九天玄女的传说和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多次出现，例如在《封神演义》中，她被描绘为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受束于姜子牙，帮助周武王灭商。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九天玄女的形象，也增强了她在民间的影响力。传说李白小时候非常聪明，但却不喜欢读书。有一天，李白在睡梦中遇到九天玄女，九天玄女传授给他诗法，李白从此文采斐然，成为一代诗仙。在中国传统绘画和雕塑中，九天玄女的形象也屡见不鲜。她的神像通常以华丽庄重的姿态出现，表现出她的神圣和威严。许多艺术家通过描绘九天玄女，表达对传统文化和神话传说的敬仰和热爱。九天玄女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说和形象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她的故事不仅传递了古人的智慧和信仰，也为现代人提供了精神上的寄托和启示。作为道教中的重要神灵，九天玄女的形象和传说对于研究道教文化和信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道教的历史发展和信仰特色，揭示其中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在现代社会，许多地方依然保留着祭拜九天玄女的传统习俗。这些民俗活动不仅是对历史和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也是社区团结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人们可以增进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九天玄女的神话渊源丰富多彩，从《山海经》的古老记载到道教经典中的具体描述，再到民间传说中的生动故事，她的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演变和丰富。这些神话渊源不仅展示了九天玄女作为神圣女神的地位，也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智慧、力量和神圣的深刻理解。九天玄女作为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女神，她的传说和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她不仅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
也是道教和民间信仰的重要神灵。它的传说展现了古人的丰富想象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至今仍然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九天玄女的研究和传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